尊敬的面粉们好，出大事儿了！我这儿找到了个重磅视频啊，那就是中共20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啊。在闭幕式的最后阶段，前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做了某些举动，触怒了当今的圣上习近平，然后呢就被抬了出去。那胡锦涛究竟是做了什么举动？为什么要被在大会场这么一个隆重的会议上啊，直接不给留一点情面给架出去了呢？我这儿找到了现场的视频。从视频看起来呢，胡锦涛是想要抢夺习近平桌上的文件，然后呢说了些什么，甚至可能想要撕掉这个文件啊，直接就被习近平给制止了。然后呢，习近平就叫保安把胡锦涛给拽了出去。我这儿有现场的细节的高清视频，可以让你们非常直观的看到当时发生了些什么。不过呢，要等我讲完今天的经济话题，我等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放给你们这个视频，你们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包括我的一些分析啊。OK， 尊敬的面粉们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我不知道你们赚钱没赚钱啊，反正呢，我是带会员赚钱了。其实呢，玩加密货币啊，胆量和判断力真的都很重要。你别给我说你开什么合约呀，你就有胆子了。纯玩合约啊，那就不叫胆大。这人呀，胆子大过头了，那就不是胆大了，就是傻逼了。昨天美元指数开始有些走强啊，这美元指数一走强，那其他的投资产品就开始下跌了嘛。美股和币圈都跌得很猛，以太坊直接几根大阴线给你跌到了$1250 ，ATOM 都惨跌到了10块钱多，这直接就把市场吓坏了。很多人都觉得绷不住了，然后呢就顺势做空。在这种情况下呀，我直接就在会员群里面发公告了，我就说 ATOM 先看能跌下去11不，然后呢 ATOM 的$10.5是前低，多仓在24小时内爆仓了9700万 U， 目前呢市场的交易全面转向空单，那么也就意味着接下来拉盘爆空单的可能性很高。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，之前如果说有解了仓位的人是可以考虑抄底儿的，那没解仓位的人呢，抄不抄都可以，隔岸观火也行。这就是咱们上期节目中说的，如果说高位有买到的，有盈利但是贪心或者忘了没来得及止盈的话，那你就等等反弹上去了，你也就解了啊，大概率是要反弹的。可是如果有止盈的人，没有低点位仓位的，或者是有止盈的，在$11左右买的 ATOM 的那些会员伙伴们啊，看现在又跌到了10块多了，那你在这个时候继续加仓抄底，赚钱的概率是挺大的。结果呢 ，K 线就给了我们答案。以太坊走了个深 V 反弹以后，直接涨到了现在$1300多啊。比特币 ATOM 都是深 V 反弹啊 ，ATOM 的盘子小，所以呢，它上下走起来的幅度相对比比特币和以太坊要大一些，很快就涨了上来。现在 ATOM 从10块多已经反弹到了接近，目前可能是11.6、11.7啊，接近12了。这一个下跌，然后反手直接又暴拉，给玩合约的小伙伴们带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空多双爆啊。那至于有些做空的运气好的观众朋友们、小伙伴们，止盈了还好说，没止盈的要么没赚钱，现在呢甚至还有可能有亏钱的啊。但是像面具人我这样的，不为交易所打工的，你们做空做多跟我又没啥利益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一直提醒你们做合约啊，10赌9输，在这种波动当中，咱们做现货的人想要亏钱是比较难的，尤其是你经常的收看面具人我的节目，只要打开了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能及时的收看到我节目，对于趋势的判断跟上了，那你想亏钱都很难。在这种波动当中啊，大家只要注意好，保证自己的心态，多看我的节目就 OK 了。如果说观众想要跟随我的操作策略的话，
第一时间得到我的消息。那在节目后半段有我的联系方式啊。好，我们来讲今天的正题啊。我主要想来讲一讲币圈市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博弈，非常的重要，是决定你们接下来盈亏的关键信息和判断。OK，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你把屏幕下方的那个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给打开。财富密码的活动仍然在继续，发财数字我会随机的说在节目当中，那也有可能是我忘了没有说啊。你只要答对了，包括留言留下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和正确答案，就有可能中奖，我直接给你转钱啊。那别忘了把节目分享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 NFT 的大奖了。好，来说第一个事儿啊，还有10天，咱们就要面对加息大审判了。美联储将会宣布加息，那至于这一次加息是75个基点还是100个基点啊，有待商榷。但是美联储旗下的一些新闻媒体最近开始吹风了啊，说这一次加息只加75个基点，不会加更多了，甚至呢还放出了想要放缓加息步伐的消息。那鉴于这个消息啊，很多韭菜们听到了以后，心就放宽了下来，放心了啊。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消息到底可靠不可靠啊。首先，我们把它分为2个方面去考虑。我就且认为这个消息是真的，不会加息到75个基点以上，下个月只加息75个基点，不多啊，一点都不会多加。其实所谓的这个加息力度啊，现在很多市场上都在炒作，只要加息不超过75个基点，所谓的75个基点的加息力度就已经被市场所消化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想说，市场所消化的，它也只是期待指数，它只能消化期待，并不是实打实的能消化掉加息的数据。毕竟加息大锤真砸下来的话，那是实打实的要拿钱说话的呀。你的心理预期再怎么样，也顶不过人民币，顶不过美金，真金白银吧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加息真砸下来了，该跌还是跌。在美联储利率一直上升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资产能够和美元竞争的，没有任何投资产品能够屌得过美元的。很简单嘛，你们来算一笔账啊，咱们就说稳定投资啊，你在澳洲买一套房子，你需要投资几百万人民币，但是你的租金回报率应该就在6%左右吧，也不低。但是美联储目前的利率已经来到了3.25%，下一次加息过后就是4%的利率了。你买2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是4%起步，而且美国国债稳呀。这美元还涨呢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去像买房子一样花几百万，又是装修又是找人出租的，找中介的。你买美元买国债，你啥都不用管，你直接存到美元银行里面，美国的银行，甚至其他国家的美国国债的银行里面都可以，你就能拿到高收益。你只需要一买一存，啥都不用操心了，躺着赚高利息，1年4%呀，多好的！现在各大的加密货币 DeFi 平台的质押 USDT 的利率也就是2%到3%之间，但是 DeFi 平台的信誉度哪能跟 American 比呢？对不对？而且美联储的利率目标是5%，甚至可能会更高。那你买美债的利率肯定是很好的呀，收益肯定是没问题的呀，也肯定是稳定的呀。而且美国还是世界老大，他说干谁就干谁，他说割谁就割谁。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值，就美元涨；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傻逼，就美国牛逼。这是现在的事实嘛？你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嘛。美元说干谁就干谁，美元说让你们全都死，你们就去死啊！只要我美元牛逼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全球的霸主 No.1 啊，他就是美国啊，牛逼你还不俯首称臣？人嘛，都是会依附强权的。如果说人们不吃美联储、美元霸权这一套，那美元也不可能涨嘛。那美元现在都涨了，越来越牛逼了，那证明大家还是喜欢这一套的嘛。人人都是逐利的，资本更加逐利。而且现在你去美国买房买车，房贷车贷的利息都已经涨到0.7的月息以上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人们干脆也就不买房了，我直接买美债。
然后呢，我就租房子住也行吧，是不是？尤其是那些中产的或者是富翁啊，他妈的他就不买房，他把钱存到美国，存到银行，买美元买美债，每年拿利息，他存个几千万拿利息，他都能租一套豪华的大房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各位你们记住，下一次的加息，只要不是加50个基点的这种象征性的降加息幅度的大举动，75个基点对投资市场的破坏性还是肯定的，并且你们别忘了还有前车之鉴呢啊！7月份的时候，鲍威尔就讲过，他不会加息75个基点，他只加50个基点，但最后呢，鲍威尔还是加息75个基点了呀。那这次美联储他还是故技重施，可信度有没有呢？他说不加100个基点，只加75个基点，他这个话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存疑的。还有呢，就是美联储现在的这个加息大棒有政治斗争的属性，在民主党中期选举之前加息100个基点，可以对拜登完成致命一击，保证在中期选举共和党至少可以拿下参众其中的1院，效果好了，甚至共和党可以2院全部拿下，为共和党2024的政权打下胜利的根基。如果共和党顺利的拿下2院，其实拜登就相当于被架空了啊，等于共和党的执政就提前了2年，那这个政治利益就太大了。不过往好了看呢，就是加息的周期再过了今年基本就会走弱，尤其是当共和党拿下2院，他就会开始包装自己的经济政绩啦。比如说，现在我降息，营造一些股票上涨、经济增长，然后老百姓兜里面的钱又有了，又可以开始消费了。看，这是因为我共和党拿下了2院呀。拜登执政就是不行，谁让你民主党拿下2院？你看又是加息，又是剥削，又是割老百姓的。现在我们共和党就实行仁政宽松政策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多好的！所以呢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大概就可以判断出来了。在下一次加息之前啊，即便呢有拉升，它也只是小幅的。经济的繁荣现在轮不到让民主党来玩啊！这个胜利果实共和党想要，而且更大的博弈和震荡洗仓还在后面呢。因为如果说他要到了暴拉或者经济繁荣的那个阶段，在此之前一定会把很多定性不足的或者是不必要的人给淘汰出去。那面具人我就觉得更大的博弈和震荡洗仓会发生在接下来的1-2个月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好的机会了。当然了，至于你们买什么币安链的什么 GMT 呀那些土狗项目啊，那你们还是跟他们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坟墓垃圾堆了，你们死球了，死定了啊！我说的只是那些有高技术含量、人家真正实实在在在做事儿的项目方啊。而在此之前呢，下个月、下个月之前尤其是加息日之前我们还是以超短线为主。现在抄底儿尤其是大仓位去玩的意义不大。最近还是以小仓位娱乐撸羊毛为主，明白了没？好，最后再来讲一下我开头说的重磅新闻那就是胡锦涛在20大开会的时候被强行给抬出去了。我这儿有2段视频一段是完整录像，一段呢是细节回放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，觉得不错的，觉得看出来端倪的，可以点击转发分享一下，让大家了解一下20大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、云淡风轻，好不好？你们先仔细看一下，然后我再来分析
审时。都在很真实的体验现场。都在很真实的体验现场。都在很真实的体验现场。大旗帜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各位看完了吧？从这个细节视频上来看呢，胡锦涛他是不愿意走的。那个工作人员保安拽了他几次，他都是把手甩回来、拽回来，甚至人家工作人员强行的从他胳肢窝底下抱他起来，他就是故意往下坠，就是不走，表情显得很不高兴。期间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，那就是胡锦涛的右手伸过去要抢习近平的文件，另外的一只左手呢也有动作，两个手是合过去想要抢的。如果说两只手同时行动的话，我估计是胡锦涛想要抢过来撕掉它，然后呢再公然骂习近平：“你这个叛徒、叛党、叛国，搞独裁，开倒车。”我们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桌上的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。胡锦涛刚想伸手过去抢，习近平瞬间就把他给按住了，然后呢，让保安把胡锦涛给拉出去了。胡锦涛被强行拽起来的这个期间，还念念不忘的手指一下那个文件，就是想要把它拿过来，甚至想要说什么。期间，栗战书还想起来扶一下胡锦涛，然后呢，被王沪宁从背后拽坐下了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胡锦涛走的时候，表情难堪的拍了一下习近平的肩膀。当他拍着习近平肩膀的时候，他的右手做了一个轻微的扇手的举动，就是这样。你们看就是这样有可能是暗示习近平滚蛋。这个动作呢，有可能是示意习近平滚蛋。你赖在这当什么皇帝呀？你这个叛党叛国的叛徒。然后呢，又拍了一拍李克强的肩膀，然后就被工作人员给拉出去了。现在有五毛在网上洗地，说是胡锦涛身体不好这个在会场上犯病了，发病了，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犯了，要赶紧的紧急医治了。但是面具人，我想说，犯病的人能是这样吗？犯病的人能清清楚楚的，还给你打招呼，还给你扇手还要抢文件，还要你拉他，拉起来了又坐下，坐下了又拉起来，再坐下，再被拉起来。然后呢，走出会场的时候，利利索索的，健步如飞的嘛，对吧？那是像生病的人吗？而且你说他如果有病的话，那也不应该是保安把他抬走呀，那应该是直接护士、救护车直接抬一个担架把他拉上医护车拉走呀，是不是？那人都犯病了，心脏病犯了，你还敢这样强行硬拽把他拽出去？你就不怕把他拽死了？是不是？而且胡锦涛走的时候，其他的人连回头看都不敢看呀，人人如惊弓之鸟。
你看这保安狂不狂？敢把他这样拽出去？好家伙，你再敢回过10年之前，你敢这样拽胡总书记，你是不想活了？有没有人敢这样拽胡总书记？10年前谁敢对胡锦涛动粗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？对不对？而且胡锦涛的这个举动，现在已经在外网上传开了，吵得是沸沸扬扬的，非常的不给习近平的面子，让咱们圣上的登基大典抹了一道黑点，很不爽。且不论胡锦涛是不是就想在会堂上就像当年刘少奇一样，公然的反习逼退他，就这种举动就会导致现在胡锦涛到底在会堂上说了什么，想要干什么，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的甚至千古悬案秘密。因为胡锦涛在这个会堂被请下去以后他肯定是会被软禁、严加看管的外界的什么媒体什么消息渠道是不可能跟他接触的，他完蛋了。甚至有可能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他的这些家人都会被株连，因为习近平就爱搞株连这一套嘛，对吧？但是面具人，我有点感慨如果说胡锦涛真的是到了最后想为中国人民、中国社会做点什么，阻止这个倒车，阻止圣上登基的话，那他也算是一个民族英雄了。至于其他的细节，大家可以再回味一下这个视频回看一下，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想法，可以在留言区留下自己对这个视频的看法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一下。OK， 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，得到我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。然后呢，祝圣上登基大典的，这是第几天了我也忘了，反正祝圣上登基大典愉快，再见。